俄罗斯总统普京刚刚对马里乌波尔的战斗下达了最新命令，要求俄军改攻为困，将残余在钢铁厂内的亚速营彻底困住。一起来看详细情况。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俄军从这2天开始对马氏钢铁厂的东部地区发动了一次小型的地面攻势，俄联军获得了不小的收获，即成功的将亚速营和乌军残余打退，俄军拿下了钢铁厂东北部一部分地区。可以说，仗打到这个份上，已经进入了尾声。马里乌波尔市区的乌军和亚速营早让俄联军清除干净了，而俄联军现在唯一没有掌控的就是钢铁厂。乌军和亚速营得以在坚固的钢铁厂防守俄军的进攻。针对这一情况，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制定了全面强攻钢铁厂的作战计划。绍伊古在4月21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汇报了当前马里乌波尔地区的战况。现阶段，整个马市除去钢铁厂地区不在俄军控制范围，其他地区已经全部被俄军解放。当前差不多还有2000多名亚速营和乌军残余，以及国外的雇佣兵被死死困在钢铁厂内。而对于马市的平民保障，俄军也是格外的重视，不仅采取一切措施保障平民的安全，同时尽最大努力协助马市平民撤离。截至目前，马市已经有 14.2 万人被疏散，而马市的总人口是40万左右。对于强攻钢铁厂的决战计划，绍伊古表示，如果俄联军全力进攻钢铁厂，大概需要半个星期就可以完成作战目标。不过，普京认为现在不宜强攻钢铁厂，绍伊古当前的作战方案并不合适。俄军需要采取一系列新战法，而非强攻钢铁厂，采取行动包围钢铁厂才是俄军当前要做的。普京对于取消绍伊古的作战计划解释道，取消对于钢铁厂的进攻行动是为了保障俄军人员的生命安全。普京称，为了俄军士兵和军官的生命和健康，没有必要爬进这些地下墓穴。俄军要做的就是封死整个园区，让苍蝇都飞不过去。这些人如果不想死在地下，可以自己爬出来放下武器投降。俄方根据有关国际法律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和其他待遇，所有伤员都将获得合格的医疗救助。普京表示，解放马里乌波尔的战斗行动取得了成功，并下令向战斗人员颁发国家奖章。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普京称俄方根据有关国际法律保障钢铁厂内乌武装人员的生命安全和其他待遇，这一点就值得讨论了。要知道，马氏钢铁厂还有一部分亚速营和国际雇佣兵，亚速营被俄方定为了犯罪组织，而雇佣兵也是不受国际法保护的。那么也就是说，普京的表态只包括钢铁厂的整个乌军作战人员，他们出来被俘，俄军将完全遵守国际法律，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但是至于亚速营和雇佣兵，估计他们就算向俄军投降，也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虎哥认为，普京下达停止进攻的命令，可以说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俄联军的不必要伤亡，主要是在钢铁厂还有2000多名负隅顽抗的武装分子。虽然没有足够的重型武器，但是人手一把突击步枪和少量的火箭筒还是有的。钢铁厂内部全部都是坚固的建筑，苏联时期为了防止核打击建设过地下掩体，乌军可以在地下的通道快速部署机动的防守兵力，还有41个车间和80个大型厂房。如果俄军打算派遣兵力和钢铁厂守军硬碰硬，进行刀尖舔血的战斗，虽然可以在几天内全歼这些守军，但是自身付出的人员伤亡代价必定不小。因此采取围困的方式，可以让里面的守军弹药粮草耗尽之后，再去顺势摘桃子。虽然耗时比较长，但是这是为了减小人员伤亡的最好办法。而且也有俄网友支招，针对亚速营，俄军可以找到钢铁厂地下的通风口，将海水倒灌进去，给亚速营玩一个水淹七军，甚至是水淹过后直接导电，给亚速营一个痛快。就目前的局势而言，钢铁厂的乌军和亚速营气数已尽，弹尽粮绝是迟早的事情，还不如早点向俄军投降，
不管下场如何，至少小命保住了。至于打算阻拦投降的亚速营，乌军完全可以和他们比划比划，反正亚速营不让他们生，甚至还打投降的乌军黑枪，那么乌军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也是无可厚非的。而马市被俄军完全拿下，也是板上钉钉的事实，无论亚速营再怎么硬扛也没有用，真可谓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